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究竟是七伤拳，伤敌1000，自损800，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阳谋，目标直指美国的中产阶级呢？最近美国人在网上围绕这个特朗普的关税贸易战的争论非常的热烈。一边呢是落奖得主，他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关税是混乱加无知，而另一边呢是反传统的民科，他看到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寡头阴谋。这两种视角天差地别，但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拥趸。一边呢是无脑狂徒，一边是深层政府的阴谋。所以呢，特朗普的关税贸易战到底是即兴的疯狂呢，还是蓄谋已久的棋局？这个视频我们来探寻一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背后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真相。首先呢，还是让我们看一看来自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声音，是保罗·克鲁格曼。他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主流经济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声音。他以经济分析见长，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党的御用经济学家。在他眼中，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闹剧。克鲁格曼的论点呢非常直接特朗普团队宣称的目标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他们说关税不会涨价，因为外国会自行承担成本，同时又说呢关税能让美国人转向国产，他还说关税能够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所以呢克鲁格曼就质问说按照你这个特朗普的说法，如果进口商品的价格不变，消费者为什么要买更贵的国产货呢？如果大家都不买进口货了，那这个关税收入又从何而来了？这个逻辑上根本就讲不通，对不对？所以克鲁格曼的话说得非常直白了，我不是说在座的都是垃圾不对，他的原话说的是，我没说特朗普团队的想法不健全，我说的是压根没看到他们有任何的想法。而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特朗普本人的近乎荒诞的言论，比如说指责加拿大是芬太尼的主要来源，还幻想毒贩会乖乖缴纳关税等等，以及另外就是一个声称欧盟对美关税高达 39% 的一个非常离谱的图表。克鲁格曼指出来说实际上平均税率可能不到 3%， 所以他这个 39% 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到底是不是马斯克团队的那些小屁孩用 GPT 算出来的？那克鲁格曼他就认为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没有任何的逻辑，也没有什么秘密的议程，因为白宫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不用把他们想得太过复杂，他们也没有下什么大棋川普身边都是一帮马屁精，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懂行敢说真话的专业人士。他还提到说，像贸易专家莱特希泽这样的专业人士呢，反而得不到这个特朗普的重用，因为真正懂行并且珍惜自己声誉不会一味拍马屁的那些人，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反倒是一种缺陷。所以呢，这位民主党御用经济学家的看法其实非常典型，就是非常瞧不起特朗普及其他的班底。他觉得关税贸易战一切都是特朗普个人直觉跟表演欲的一个产物。他觉得特朗普非常享受权力带来的这种威慑感，他想让别的国家恐慌震惊，打电话给他卑躬屈膝。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上的政策，而是一场基于恶性愚蠢来霸凌其他国家的一个权力的游戏。这个游戏呢玩不好，就会摧毁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然后也会最终损害美国的经济。所以我们看到克鲁格曼的他的这个看法呢，代表了很多自由派跟左派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关税是冲动无知、破坏性、混乱当中的疯狂。我们从全球各地这两天股票市场的一个普遍应激反应来看，似乎他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那就在克鲁格曼疯狂的愤怒的敲击键盘，直斥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毫无逻辑、愚蠢至极，认为这背后根本没有任何方法的时候，一个民科思想家开怼了。这位非主流的丹尼尔平奇贝克抛出了一个阴谋论。那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愚蠢导致的混乱，实际上呢却是一场由科技寡头精心策划的灾难资本主义行动。他们的目标呢是利用关税引发的经济动荡来摧毁中产，
为将来的技术封建社会铺平道路。那这个平齐贝克认为啊，像克鲁格曼这样坐在象牙塔里面只知道看经济数据的书呆子，他们呢只能看到海面的这个波涛汹涌，完全没有能力能看见海面底下搅动一切波浪的这个巨大的暗流。所以呢，这种建制派的专家早就已经被蒙蔽了双眼，根本没办法看清一场现实生活当中正在上演的其实是非常黑暗的剧本。那这个平齐贝克口中的暗流跟黑暗剧本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概念——灾难资本主义。这个理论呢，是由 UBC 教授奈奥米克莱恩提出来的。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推行不受欢迎的某一个政策，他就会抓住重大灾难发生的时机，因为这个时候社会遭受冲击，人们普遍会渴望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那这个时候呢，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就会趁机煽动，然后推动一些远超正常应对灾难的这个合法跟必要的手段的一些就是不见得人的这种非法的政策。他们会以灾难的名义行权力扩张之实，因为灾难发生之际嘛，政府需要马上采取应对的措施往往这个时候呢，一些政策的具体细节不会得到非常仔细的审视，通常会不受审查，然后一路绿灯，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那很多人就会趁机中饱私囊，并且大肆滥权。那这种情况我相信在疫情期间我们在中国跟西方都见识过了。甚至呢，有些人为了实施休克疗法，会人为故意的来制造混乱和天灾人祸，来创造条件，强行推行一些平时根本不可能通过的政策，或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来掠夺公共资产。而事实上呢，这位加拿大教授诺埃米·克莱恩，他还真的就谈起过特朗普如何在商业上利用休克疗法来获利的这个过程。Here you go. Hi. In your latest book, you talk about h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rump use the shock doctrine. Mm-hmm. But you don't really talk about whether or not he consciously does this. Mm-hmm. Why is that? Mm-hmm. Right, so the shock doctrine is this phrase that I came up with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o describ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ategy of using moments of crisis when people are frightened, disoriented, fearful, to ram through policies that would be unacceptable otherwise. And, I think a lot of this was because I was living in North America when September 11th happened, and we all experienced how that shock, that rupture in this idea of who we were, our safety, was exploited to attack privacy, to attack civil liberties, to illegally invade countries, to normalize torture, and on and on and on, and to create all kinds of powers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wage wars, which we're still living with. So that's the shock doctrine. It's really a strategy to do an end run around democracy. And when I wrote this book, Trump had only been in power for a few months. So what I did in the book is talk about how, as a businessman, he has exploited shock. Dating back to his first big real estate deal in the 1970s in New York City, when New York City was in a huge debt crisis. They almost had to declare bankruptcy for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it was against that backdrop that Donald Trump, a young real estate developer, comes in and signs his first big deal. He basically pays bargain basement price for a hotel in New York City in the midst of a debt crisis. Of course,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He understands the utility of crisis, but the political shock doctrine, he hasn't had the chance yet because he's never been a politician before. But your question was, does he even know that this is a tool that he can use? Yeah. Oh, they know. I mean, we know they know. Because look at how he exploited the Manchester attacks. He immediately said, this is why we need the Muslim ban. This is why we need the Muslim travel ban. Every time there's an attack in another country that he can use as a cover for his Islamophobia, he immediately does it. But he just hasn't had the same kind of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I mean, there was a horrific massacre in Las Vegas, but that was a white
gunmen, so they weren't able to jam it into their narrative in the same way. I think they do know. 那基于这个理论呢，平奇贝克就认为这套休克疗法其实现在正在被用在美国自己身上，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就是这场灾难资本主义大戏的关键步骤。那谁才是幕后的主导呢？平奇贝克把矛头指向了彼得蒂尔为代表的这个硅谷科技寡头跟一众亿万富翁。等一下，我们不是在讨论解放日的这个关税政策吗？明明是解决贸易利差的问题，怎么会跟这个科技大佬扯上关系的呢？平奇贝克的逻辑是这样的，请大家跟上他的思路哈。首先，第一步是制造混乱，精准打击绊脚石。那到底谁是这些科技新贵眼中最大的绊脚石呢？平奇贝克认为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图表。那在过去40年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呢，中国跟中国人无疑是赢家，而全球最富有的这1%，他们是超级大赢家。西方的中产阶级跟中低阶级，他们基本上都是输家。这个是特朗普能够上台的一个基本面跟根本的原因。然后在逆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底下呢，科技巨头他们利益受损，在民主社会当中有稳定资产跟投票权的中产阶级，他们既是社会的基石，与此同时也能够对精英寡头形成某种制约。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不容易被完全操控。他们这些中产阶级就是科技寡头的绊脚石。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看起来是挥舞刀子一通乱砍，但其实刀刀都砍在了中产阶级的要害上。比如说利益受损的中小企业，就是传统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一些领域，然后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订单减少跟裁员失业、贸易战引发的这个股市大幅波动，都让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缩水。所有的这些都在系统的削弱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而真正底层的那些民众呢，其实他们反正也没有什么股票投资，所以反倒也就还好。那顺便说一句本轮股灾当中呢，最富的前10个亿万富翁，我们看到个个都损失非常惨重，但只有巴菲特他竟然还赚到了。所以没有看过我上期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观看看看到底为什么巴菲特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能够盈利。那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浑水摸鱼廉价收购未来。当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呢，中产阶级苦苦挣扎，谁最有能力生存下来甚至逆势扩张呢？毫无疑问是那些手握巨额现金、业务遍布全球的科技巨头跟金融大鳄。想象一下，股市暴跌，房地产跳水，好公司撑不下要变卖资产，甚至政府也因为财政困难被迫要拍卖公共土地资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谁能够出来抄底呢？平奇贝克直接亮了彼得蒂尔的身份证号码。他说因为这个彼得蒂尔的这个免税退休账户里面有几十亿美元的现金正要到账。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重塑秩序，走向技术封建社会。这是整个阴谋论让我看起来觉得最不舒服的这个部分平奇贝克认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趁乱赚钱，而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建立一个由少数科技精英跟寡头统治的技术封建社会，或者换一个说法是数字熔炉社会。想象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人工智能主导的社会大部分人其实是会被这个 AI 取代而失业，他们只能够依靠政府发放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UBI 勉强生存。那失去了经济独立跟政治话语权，然后依附在科技平台，受到这个算法跟数据的严密监控和管理。而顶端的这个精英呢，这个技术寡头则生活在自己的特区或者数字城堡里面，他们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这个其实就是曾经无数次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过的赛博朋克的场景。
那为了验证或者说佐证这个看起来比较天方夜谭的理论呢，这个平齐贝克呢还提到彼得蒂尔他深受反民主思想家，比如说德国纳粹时期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影响。施密特他就认为民主是虚伪而且低效的，强人政治、强人决断才是真理。另外还有就是新反对主义就是鼓吹要摧毁现代民主制度以及其支柱，也就是大学、媒体跟政府官僚组成的所谓大教堂，以及所有支撑这一切的专业管理阶层 PMC。 所以呢，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应该明白了，在平齐贝克这一套逻辑里面，特朗普的关税其实根本不是愚蠢或者是混乱，恰恰相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因为它精准地破坏了中产阶级所依赖的这个稳定的预期，它让普通的企业没办法规划未来，而对于那些能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甚至为动荡的这个时代设计产品的科技巨头来说影响不大，甚至是可以乱中牟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至于特朗普本人，可能在这个剧本里面他根本都不是那个写剧本的人，但他绝对是那个最完美的主演，或者说是那一柄工程锤。他的冲动自恋打破常规，恰好为这个深层计划打开了大门，哪怕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那平齐贝克他最后警告说，如果像克鲁格曼这样的主流声音都还仅只把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当作是愚蠢冲动蠢爆了，还仅把特朗普的关税当作是政策失误或者是个人胡闹的话，那大家就真的是太天真了。因为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这根本就不是失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针对美国中产阶级跟美国民主根基的隐秘的战争。好了，我们面前呢现在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剧本克鲁格曼是混乱无脑论，这个平齐贝克的是寡头阴谋论。克鲁格曼的分析呢，它是基于传统经济学逻辑和对特朗普政府运作方式的一个观察跟假设，他看到了政策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跟执行过程当中所谓的恶性愚蠢，所以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受过教育的比较相信现有体制框架的那一群人。而平齐贝克的这个理论非常的激进，有非常浓厚的阴谋论的色彩，他指控的是某一些特定的人物，比如说硅谷的大佬，他们怀有颠覆性的隐藏的议程，虽然没有直接的所谓 smoking gun 的证据来证明这场阴谋，但的确是触及了当下很多底层人民真实的焦虑感。为什么呢？因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科技巨头不受约束的这个权力政治极化，通用人工智能和科技起点眼看就要诞生，然后大批人可能会失业，所有这些都是对于未来的极大的不确定性的这个焦虑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两极化的解读呢？首先，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判定谁对谁错，更不是要宣传阴谋论，而是要给大家呈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对于同一个重大事件会产生如此分裂的看法。克鲁格曼的视角呢，提醒我们不要过度解读，要警惕将所有的事情都归咎于复杂阴谋的这种倾向。有时候仅只是用草台班子跟这个权力欲，就有可能是对于整件事情的最简单的一个解释。而平齐贝克的这个视角，哪怕是阴谋论，我们可以不相信他这个阴谋论，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就是捂起眼睛跟耳朵，拒绝看拒绝听。罗阿米这个克莱恩的这个灾难资本主义跟休克疗法的理论，哪怕被主流的这个经济学界排斥，我个人依然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因为它至少会迫使我去思考，当前的这个经济体系跟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是否真的在被某一些强大的不为人知的力量所扭曲呢？否则的话，为什么灾难资本主义这套叙事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人群当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呢？这两套不同的解读本身，或许就是美国社会深度撕裂信任崩塌的一个表征。或许呢，真相并非非黑即白，有没有可能特朗普的政策既有混乱的成分，其实也有无意中或者
有意的迎合了某些深层力量的这个利益的诉求呢？屏幕前的您是更倾向于哪一种解释呢？是不是像我一样，其实两个都不相信？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个视频能为您提供看待当前这个关税贸易战的不同的视角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艾森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将来更多深入硬核的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